小米 12S Ultra 和 12S Pro， 它们两个都有徕卡加持，而且它们卖的都不便宜啊。如果从百分比上说，它们差的价格并不是很贵。那么在选择方面，到底应该选择哪个更划算呢？今天就来对比一下这两台手机。开头先问一下各位，你们会选择哪台手机呢？如果会选择 Ultra 的打1，选择 Pro 的打2。12S 这次一共发布了3款产品，那么手里呢就是其中的2款。12S Pro 跟 12S Ultra， 那只不过 12S Ultra 是唯一的1英寸底的主摄。那么今天就来看看这2款手机在影像方面的区别。在正式对比前呢，先是鼓励摄影环节，我会用手机去拍摄一些摄影作品啊，拍得不好抛砖引玉，希望您也可以喜欢上摄影。那前面的照片呢，就是这2台手机所拍摄的，希望您也可以参与到摄影中来啊！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哦，因为这样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那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2款手机在影像方面的区别。在后面内容中呢，我用简称了啊 ，12S Ultra 简称 Ultra，12S Pro 简称 Pro。Ultra 的后摄配置呢是主摄超广角，还有一颗5倍的长焦。Pro 的后摄配置呢是主摄超广角，还有一颗2倍的中焦。2台手机的拍摄界面是十分相似的，那区别呢就是 Ultra 的界面里边有一个5倍的焦段切换按钮，因为它有5倍的长焦镜头嘛。那 Pro 在相同位置上就是2倍的中焦焦段切换按钮。这2台手机都有徕卡加持嘛，那么在拍摄界面中的2个徕卡大模式，徕卡生动跟徕卡经典，它们2台都有。在拍摄界面中的4款徕卡滤镜，徕卡鲜艳、徕卡自然，还有徕卡2款单色啊，这些滤镜2台手机也是都有的。那既然这2款手机的徕卡设置以及徕卡的滤镜都是一样的，那下面咱们看看它们拍出来的照片的颜色是不是一样的。那现在的对比呢，就是2台手机在相同滤镜、相同模式下拍出来的照片啊，放在一块儿。你们可以看到，在相同滤镜、相同模式下，颜色还是有差别的。虽然说拍照界面很像啊，徕卡的各种设置滤镜也是一样的，但是2台手机相同设置拍出来的照片的颜色还就是有出入的。那么开头呢，徕卡的颜色咱们就说这么多啊，后面每一颗镜头的对比呢，我们就不再聊颜色了，因为颜色都是可调的嘛，而且不管什么颜色也改变不了每颗镜头的光学素质，咱们直接看结果就行。那 OK， 手机这么多颗镜头，我们先从主摄开始聊起。那么这2台手机的主摄在硬件上的参数差别最大的就是感光器的大小了啊，这点大家都知道了是吧？那么它们在成片上有什么区别呢？那颜色上肯定是有区别的，这点咱们前面已经说了，不过还好啊，照片都挺好看的。那中心解析力方面，两边做的都不错啊 ，Pro 并没有被 Ultra 拉开差距。最关键的是大感光器边角画质做好了，要花更多的钱。那从这方面说呢 ，Ultra 做的很不错啊。那再看一组主摄的对比。中心解析力方面依然是没有拉开差距，那毕竟 Pro 的价格也不便宜嘛，怎么能被轻易拉开差距呢？边角画质方面，我感觉还是 Ultra 的更好一些啊。其实 Ultra 的边角画质只要不比 Pro 差很多就不错了，它更好就更好了，是吧？2台主摄都有自己的高清模式5000万像素，在解析力方面 Ultra 的更好一些啊。但真的是这么回事吗？那就再看一组高清模式的对比啊。这回是 Pro 的高清模式解析力更高，那只能说2台主摄的高清模式都很优秀，不同的环境呢会有些许的差异。
再看超广角的对比啊，上期说 Ultra 的等效焦段是12毫米，但是官方说是13啊，我也比了，它确实比13要广一点。那这回取个中吧，12.5。那 Pro 的超广角硬件参数跟 Ultra 比呢，就是感光器要小一些，视角呢也比 Ultra 要窄。那看实拍样片，颜色还是有些许的差别啊，但都挺好看的。那视角差距如图所示啊，这个红边就是 Pro 拍不到的范围。中心解析力方面，两边还是很接近的，但 Pro 那边的视角窄啊，它拍的物体大一些，看上去解析力好像它更强。边角画质方面，两边都有下降啊，但是下降的差不多。那 Ultra 的感光器更大，视角也是它更广，边角画质下降的却一样啊。那可见 Ultra 的超广角成本要高很多。再看一组超广角的样片啊，这回颜色的差距更大啊，都是相同模式拍摄的，中心解析力两边还是差不多。边角画质方面，两边的下降程度还是很接近的。那还是前面那个结论啊 ，Ultra 的表现更好。两台超广角都有高清模式，那高清模式的解析力这回是 Ultra 的更好啊。我对比了其他场景，都是 Ultra 的好。微距的表现上，这两台手机是有区别的。首先说 Ultra 是有专门的微距模式，但是 Pro 没有。Ultra 的微距呢是用超广角拍摄的，而 Pro 的微距最好是用2倍镜头去拍。那从实拍样片上看呢，我觉得微距效果好的是 Pro 啊，它的2倍镜头拍的微距照片啊，无论是放大比还是景深啊、透视的这些表现啊，都比 Ultra 的超广角拍得好。下面看中长焦的对比，这两台手机中长焦的硬件差距还是挺大的啊。Ultra 有一颗5倍的光学长焦镜头，而 Pro 呢是2倍的中焦镜头，硬件参数都列这儿了，我就不一一念了。那先从对焦效果开始说起啊，现在是 Ultra 的5倍镜头的对焦效果还可以，除了有的时候太近会乱切镜头以外，整体效果还不错。现在是 Pro 的2倍镜头的对焦效果也挺不错的啊。那样片呢，我们先从2倍开始对比。Ultra 这边的2倍呢，只能靠主摄的数码变焦，那 Pro 呢就是2倍的光学镜头，那解析力方面没有悬念啊，是 Pro 的更好。那5倍焦段呢也没有悬念啊，5倍 Ultra 就是光学镜头了 ，Pro 那边5倍呢就只能靠2倍的数码变焦了，解析力的差距依然也是非常大的。两颗镜头都有高清模式，在高清模式的加持下如果你拍摄远方的话那当然了，长焦镜头当然要拍摄远方了，是吧？那解析力的优势还是在 Ultra 的5倍镜头这边。人像拍摄这块，上期聊 Ultra 的时候已经说过了。那这两台手机在拍摄人像的时候呢，都有很多模式可以选择，很多滤镜可以选择啊，都挺好玩的。但是用的最多的呢，还是人像模式，拿起来直接拍。那两边的效果都很不错啊 ，Ultra 的更甜美 ，Pro 拍出来的更庄重。那直出扩张度的对比，这两台手机就有意思了。咱们先看第一个场景，主摄暗部细节 Pro 的更好啊，看树枝就能看出来。亮部细节呢是 Ultra 的更好，但是 Pro 能营造出一种晃眼的感觉，这点我喜欢。那超广角也是暗部细节 Pro 的好啊，但是 Pro 能营造出晃眼的感觉。再看下一个场景，主摄的表现啊，亮部细节两边差不多，暗部细节哪边更好呢 ？Ultra 的更好，放大一看就知道。Ultra 在细节不损失的情况下，而且更清晰，还能做到暗处更暗啊，这点非常不错。那相同场景超广角的表现，暗部细节又反过来了，这回是 Pro 的更好，亮部细节两边差不多。再换一个场景，先看主摄啊，这回暗部细节还是 Ultra 的更好，但是超广角这回没反过来，超广角的暗处细节也还是 Ultra 的好。你说这俩手机来回来去折腾个啥？再换一个场景啊，绝了啊！这回暗部细节虽然说都有下降，但是这回是 Pro 的好啊，亮部细节差不多。那超广角的表现也都是暗部细节模糊的很严重，但依然是 Pro 的更好。哎，一会儿这个强，一会儿那个强，一会儿又反过来，哎，真折腾。下面看夜景的对比，上来还是先表扬小米可以关闭自动夜景。在拍摄的时候呢，我想拍快点，拍暗点，我可以直接拍；我想拍好点，拍亮点，我就自己选择夜景模式，不就完了吗？自动夜景别给我捣乱啊！好看样片啊，城市照明环境的这种大光比场景，主摄的表现很相近啊。相同场景超广角的表现，暗处细节的呈现是 Ultra 的更多。再看下一个场景啊，主摄的表现，灯箱上的颜色是 Pro 的更好 ，Ultra 那边都蓝了。相同场景超广角的表现差不太多。再换一个更暗的场景，先看主摄，亮部细节两边差不多，暗部细节 Ultra 的更多。那超广角的表现呢，就是半斤八两吧。再换一个有强光源的比较暗的地方啊，那主摄的表现上，亮部细节两台手机差不多，暗部细节还是 Ultra 的更好。超广角的表现，亮部细节、暗部细节都是 Pro 的更好。再换一个城市街道的场景，主摄的表现两边差不多，是细节呈现差不多啊。那超广角的表现，细节呈现也是半斤八两。开始极暗环境的测试了啊，极暗环境就得打开夜景模式了。
女流氓小象主摄的表现两边差不多，超广角的表现也一样是半斤八两。祖传神树场景开始出现差距了啊，乍一看是差不多的，但是放大看，细节呈现是 Ultra 的更多。相同场景超广角的表现也是 Ultra 的更好。最暗的场景祖传神树 Pro 主摄的表现乍一看还是差不多的，但是放大看依然是 Ultra 的细节呈现更多。那超广角的表现就不用分谁更强了啊，反正都不强。那视频录制呢，我们还是用的是默认设置啊，就是多数人打开就用的设置。我们也看看防抖的表现怎么样。现在是主摄白天走路的表现，两边防抖都不错啊，清晰度也不错，颜色呢稍微有些区别。超广角的表现，颜色上这回我喜欢 Pro 的表现，清晰度、防抖两边做的都不错。现在是2倍录像的表现啊，虽然说 Ultra 那边是数码变焦，但是录像的清晰度也是非常不错的。5倍录像的表现，虽然说防抖都很好啊，但是解析力方面是光学镜头的 Ultra 更好。现在是夜晚主摄录像的表现啊，防抖我感觉是 Pro 那边的更好，鬼影两边都有，解析力也都差不多。那相同场景超广角的表现都不太好啊，并不是说它暗，是细节展现都不太好。那录像最暗的场景女流氓小象主摄的表现上两边非常相近啊，它超广角的表现也都是什么都拍不到。那工业设计方面，这两台手机你们更喜欢哪台手机的造型呢？我个人感觉啊 ，Ultra 更威猛一些 ，Pro 更秀气一些。屏幕方面两边做的都不错啊，都是2K 屏，参数也很接近啊。我个人在使用中呢也没发现什么区别。手机的重量和厚度方面就有差别了 ，Ultra 那边更厚也更重，尤其是后摄凸起的高度 ，Ultra 那边真的是太高了。那毕竟它的主摄感光器很大，模组很厚，这个没有办法。处理器方面，两台手机都是最新的骁龙8 Plus， 但是具体的性能、游戏跑分、发热呀，那这不是我们节目的重点啊，我们就不聊这些了。下面我们就来总结一下这两台手机在影像方面的表现。小米 12S Ultra 跟 12S Pro， 它们的价格有些差距，但都不便宜啊。都内置了很多徕卡拍摄模式和滤镜，但是在相同模式和滤镜下，颜色的区别还是有啊。白天主摄的表现，两台手机很接近，但是从边角光学素质上看 ，12S Ultra 的表现很好。从这儿呢能看出小米没少花成本。超广角的表现 12S Ultra 更好，视角更广，高清模式的解析力更高。微距的表现是 Pro 的更好。中长焦的表现2倍是 Pro 更好，5倍是 Ultra 的更好，这也符合物理规律啊。人像的表现都很优秀。直出扩张度，两台手机是一会儿这个好，一会儿那个好啊，都不是很稳定。也都出现了暗部发虚的问题。夜景的表现 12S Ultra 更好，主要表现在极暗环境下主摄跟超广角的优势上。录像的表现，两台手机都很优秀，但长焦录像这块 Pro 是打不过 Ultra 的。OK， 到结尾了啊！看完上面内容呢，希望可以在选择方面给您一些小小的帮助，也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啊！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